場上有一個男人永遠站得笔挺，他的肌肉線條像大理石雕塑一樣精確，幾十年來幾乎沒有一絲贅肉。只要他進球，他就會高高躍起，在空中轉身，雙臂有力地向後張開，伴隨着全場幾萬人山呼海嘯般的速，完成他標誌性的近乎向全人類宣戰的慶祝動作。每次鏡頭掃過他的臉，你都能從他的眼神裡看到一團正在瘋狂燃燒的火焰，那裡面很少有純粹的喜悅，更像是一種看吧，我又贏了的帶着鋒芒的篤定。他叫克里斯蒂亞諾·羅納爾多，一個把自己活成了完美戰神的男人。但阿素今天想問你一個問題，你有沒有仔細觀察過他輸球之後的樣子，被裁判出示紅牌之後的樣子，或者被主教練換下場，坐在替補席上把球衣扯掉，用毛巾死死蓋住頭的樣子？那一刻，他眼裡的東西不再是燃燒的火焰，而是一種幾乎藏不住的、近乎孩子氣的委屈和不甘。每當看到30多歲，甚至到了40歲，已經贏得了這個星球上幾乎所有榮譽的球王，依然在球場上氣急敗壞、委屈流淚的時候，坐在電視機前的阿素總會產生一種恍惚，他好像從來沒有長大，他好像還是那個在黑暗裡渴望被看見，卻又隨時害怕被拋下的小男孩。為什麼一個已經站在世界之巔的人，始終無法真正的讓自己停下來，歇一口氣？你好，我是阿素。陪着丈夫和兒子看世界杯球賽，也讓我對親密關係有了更多維度的清醒覺察。上一期我們聊了梅西，一個從原生家庭飽滿的愛裡長出底層安全感的幸福孩子。今天阿素想帶你走進 C 羅的故事。這是一個童年極度匱乏、險些被這個世界放棄的孩子，如何把自己內心最深的不安全感淬煉成一生燃料的故事。這不是一個溫暖治癒的故事，這是一個關於一個人如何用盡全力去和命運正面交鋒、逆天改命的故事。我們把時間撥回到1980年代的葡萄牙馬德拉島。C 羅的母親瑪利亞·多洛雷斯，她自己的童年就已經寫滿了苦難。5歲喪母，父親再婚後，他被送進孤兒院，後來又被無情地退回，常年遭受繼母的打罵。13歲就輟學打工，靠編織箩筐掙錢勉強活命。18歲那年，她幾乎是被父親逼着在3個月內離家成婚，而她選擇的丈夫迪尼斯，這個本該成為 C 羅生命裡第一個保護者的男人，自己也是一個被殘酷時代碾壓過的受害者。他年輕時被強徵入伍，送往非洲戰場，親眼目睹戰友在身邊血肉模糊地倒下。從戰場回來後，他患上了嚴重的創傷後應激障礙 PTSD， 常年只能靠瘋狂酗酒來逃避現實。他無法清醒地和任何人交流，包括他自己的孩子。在這個原本就已經有3個孩子，靠母親兼職打掃衛生和做廚師苦苦維持的赤貧家庭裡，多洛雷斯突然發現自己又懷孕了。阿素想很鄭重也很心疼地告訴大家一件事，因為極度的貧困和絕望，母親多洛雷斯曾嘗試過各種民間的土辦法，想要親手結束這次意外的懷孕。這件事在 C 羅後來的自傳裡被毫不掩飾地寫了出來。幸運的是，一位善良的醫生勸住了他，這個頑強的生命才得以保留。1985年2月5日，克里斯蒂亞諾·羅納爾多出生了。阿素在讀這段歷史的時候，心裡揪得很難受。作為一個媽媽，我很想請大家在這裡稍微停下幾秒，去感受一個嬰兒的底層潛意識。一個孩子在出生之前，就已經在母親的身體和潛意識裡，經歷過了一次我是否值得被這個世界接納的生死掙扎。雖然母親後來用盡了一生去拼命守護這個最小的兒子，但那個最初的關於我是不是不被期待的種子，有沒有可能早已以一種連 C 羅自己都未必能清晰說出的方式，刻進了他生命最初的底色裡。更糟糕的是，父親的缺位。C 羅出生之後，迪尼斯酗酒的情況並沒有好轉。在 C 羅的記憶裡，那個本該是一個孩子最初的安全感來源的父親，幾乎從來沒有清醒地存在過。喝醉後的父親會打罵母親，家裡常常充滿了摔砸的聲音和不可預測的暴怒。C 羅後來在採訪中說過一句讓阿素印象很深的話，他說：“我並不是100%了解我的父親，他總是醉酒，我從來沒能和他完成過一次正常的像父子那樣的交流。”
那真的挺難的。一個孩子天生渴望被父親認可，渴望和父親說話，渴望父親能看見自己，渴望趴在父親寬闊的肩膀上撒嬌，但他面對的永遠是一個醉醺醺的，無法給他提供任何保護和安全感的，無法真正在場的男人。家裡的經濟重擔全部壓在母親一個人身上，他白天打掃衛生，晚上做廚師，幾份工作同時兼着，才勉強撐起這個家。阿素想說，這就是 C 羅最初的人生底色，一個在貧困、動盪和不可預測裡掙扎着長大的孩子。蘇珊·福沃德在原生家庭裡告訴我們，一個孩子最核心的安全感來自兩件事：環境是否可控，以及父母是否能給予無條件的接納。而 C 羅的童年在這兩件事上幾乎都是缺失的。他無法預測今天回家，父親是清醒的還是又喝醉了。他沒有辦法真正的依靠那個本該最強壯、最值得信任的男人。這種長期的動盪的失控感，在幼小 C 羅的潛意識裡刻下了一條極其冰冷的生存法則：這個世界是危險的，沒有人會無條件保護我，我不能依靠任何人，我必須靠自己去掌控一切。12歲那年，因為足球天賦， C 羅被里斯本的青訓營選中。他一個人離開了馬德拉島，離開了母親，離開了所有他熟悉的一切，去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城市。12歲本該是一個孩子最需要家庭陪伴的年紀，可12歲的 C 羅卻因為濃重的鄉下口音和貧寒的出身，在新的環境裡被隊友們肆意嘲笑、排擠和欺負。在很多個無助的深夜裡，這個少年只能偷偷溜進俱樂部的健身房，瘋狂地把自己練到虛脫，好像只有讓身體不停地動起來，讓肌肉痠痛起來，才能壓制住心裡那種被孤立的痛苦和委屈。他甚至用打架的方式去回應那些嘲笑，因為對一個12歲的孩子來說，他沒有別的武器可以保護自己脆弱的自尊。阿素想說，一個12歲的孩子在那樣一個舉目無親的環境裡，用盡全力對抗着孤獨和排擠，這本該是一個家庭去為他遮風擋雨的年紀。但 C 羅必須自己扛下這一切。在阿素之前的依戀系列裡，我們深度拆解過焦慮型和回避型。通常情況下，帶着這種不安全依戀長大的普通人，在成年的親密關係和生活裡，往往會顯得比較被動、內耗，甚至退縮。他們害怕衝突，害怕被拋棄，習慣性的用討好去祈求愛，或者用冷暴力和情感隔離來保護自己。但 C 羅之所以能成為世界上唯一的 C 羅，他的神奇之處就在於，他沒有選擇向命運低頭，去當一個受害者。他把這種深植在骨子裡的對失控的極度恐懼和不安全感，硬生生進化出了一種極具攻擊性的超長代償機制。他的潛意識邏輯變成了這樣一句話：只要我成為第一，只要我做到完美無缺，只要我掌控了一切，我就不會再被拋棄，我就配得上被愛了。很多人羨慕甚至崇拜 C 羅那恐怖的自律，幾十年如一日滴酒不沾。因為痛恨毀掉父親的酒精，常年只喝白水，吃白水煮雞胸肉，體脂率常年維持在職業球員裡最頂尖的水平，日復一日雷打不動的嚴苛訓練。外界把這叫做敬業，叫做職業精神。但阿素想用心理學的視角帶你看見他更深的那一層，這種近乎強迫症般的自律，本質上是 C 羅在用一種他自己可以完全掌控的方式，去對抗他童年裡那種鋪天蓋地的不可控。小時候，他無法控制父親會不會喝醉，無法控制家裡今天是否有足夠的錢，無法控制自己會不會被隊友嘲笑。而現在，他可以控制自己喝不喝可樂，控制自己每天練多久，控制自己的身體達到怎樣的狀態。這種極致的控制對 C 羅來說，不只是為了贏球，它是他維持內心不崩潰的最重要的一道防線。我們也就能理解，為什麼在比賽裡，一旦隊友不傳球給他，或者主教練出於戰術調整把他換下場時，他的臉上會瞬間浮現出極其強烈的、毫不掩飾的憤怒與攻擊性。很多人會說，這是他太愛贏了，或者說他自私、傲慢、輸不起。但阿素想換一個角度，帶你看見這背後更深的恐懼。在心理學上，對一個不安全依戀的人來說，輸或者不被需要，在他的潛意識深處
會瞬間喚醒一種極其熟悉也極其可怕的感受，那種童年時無助、缺愛，隨時可能被這個世界拋下的弱小的狀態。他必須贏，必須永遠站在聚光燈的最中央，因為對他來說，贏是唯一能證明我是有價值的，我是被需要的，我是安全的方式。這不是傲慢，這是一個從小沒有人能教會他，即使我不完美，我依然值得被愛的孩子，用盡全力再為自己爭取一個不會再被拋棄的位置。我們在之前的依戀系列視頻裡講過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安全基地 （secure base）。一個人哪怕在外面經歷了再大的驚濤駭浪，只要回到這個基地，他就能卸下所有的面具和鎧甲，允許自己軟弱，能讓自己重新充滿電。如果說梅西和安東內拉的感情是天然長出來的溫柔流淌的避風港，那麼 C 羅的家庭和婚姻更像是他用極致的個人意志力和他積累的財富，親手為自己打造出來的一座絕對可控的安全城堡。C 羅對母親多洛雷斯的孝順，在全世界都是出了名的，甚至到了近乎執拗的地步。成名之後，他給了母親这個世界上最頂級的物質享受，無盡的豪宅、名車和走到哪裡都帶在身邊的陪伴。每一次重要的比賽，看台上一定會有母親的身影。阿素覺得，這種近乎瘋狂補償的孝順，背後藏着 C 羅對母親那段苦難歲月的深深悲憫與感激。他太清楚母親當年是怎樣一個人扛起了那個搖搖欲墜的家，才讓他有機會走到今天的。他用今天極致的富足，去拼命填補那個曾經一無所有，甚至差點沒有機會誕生的童年。當他在場上流淚，看台上的母親也同時落淚時，那是一種母子之間跨越了生死與貧窮的底層共振。C 羅後來選擇的終身伴侶喬治娜，出身平凡，曾經只是一名商場的櫃姐，但她的骨子裡有着像野草一般的堅韌。她全心全意地打理着 C 羅龐大家族的方方面面，照顧着他的5個孩子。他對 C 羅近乎神明般的崇拜，無條件的支持和順從，構建了一個極度穩定、極度以 C 羅為中心的家庭環境。阿素想說，這段關係和梅西與安東內拉那種青梅竹馬、彼此平等扶持的感情質地是完全不一樣的。如果說安東內拉給了梅西的是一個早已存在、他可以自然依靠的港灣，那麼喬治娜和這個家庭更像是 C 羅在深知自己童年那種失控有多可怕之後，親手為自己搭建起的一個他可以完全掌控、絕對安全的世界。在這座城堡裡，他是絕對的中心，沒有人會嘲笑他的口音和出身，沒有人會讓他感到自己不夠好，沒有人會讓他重新體驗那種深夜獨自躲進健身房的孤獨和絕望。他也用同樣的方式在守護着自己的孩子們，給他們提供最頂級、最密不透風的保護。這種近乎過度的保護，某種程度上也是 C 羅在用另一種方式默默地療癒着那個曾經在里斯本深夜裡獨自哭泣的弱小的自己。走到這裡，阿素想請屏幕前的你和我一起重新去凝視一眼 C 羅在球場上那個永遠燃燒着的眼神。那不只是好勝心，那不只是對榮耀的渴望，那是一個在貧困、動盪和被嫌棄裡掙扎着長大的孩子，用盡一生在向這個世界反覆證明一件事：我值得，我配得上被愛，請不要再拋下我。他用盡一生去贏得全世界的讚賞，其實只是為了餵飽童年那個無助、缺愛的內在小孩。阿素想說，看着如今依然在賽場上拼盡全力、永不服老的 C 羅，我們真的不應該去苛責他的偏執，去嘲笑他的好勝，或者站在道德高地上去說他輸不起。我們應該帶着最深的悲憫和敬意去向這位戰神致敬，因為他是那個憑着一己之力把童年的痛苦和命運的爛牌硬生生鍛造成一生的不滅燃料，逆天改命走上神壇的真正的孤勇者。而阿素更想說的是，我們每個人的身上或許都藏着一點 C 羅的影子。我們為了證明自己拼了命的工作，我們瘋狂地捲自己，害怕哪怕一分一秒的鬆懈，害怕一回頭就被同齡人狠狠落下。我們太渴望得到領導、父母、伴侶甚至陌生人的認可，不自覺地把成功和有用當成了自己唯一可以喘息的理由。
這種超長代償確實能讓我們在生活裡變得越來越強大，越來越百毒不侵。但你有沒有發現，它也很可能变成我們這一生都卸不下來的沉重的枷鎖。它讓你在深夜裡失眠，讓你稍微休息一下就充滿了罪惡感。所以，如果你也是那個在黑夜裡咬着牙一刻都不敢停下奔跑的人，阿素想對你說一句話：你已經做得足夠好了。你不需要成為第一，你不需要贏下所有人的認可，才配得上這個世界對你無條件的愛。如果你也常常覺得自己活得很累，必須拼命變強，拼命有用，才敢安心，歡迎去阿素的主頁，看看之前更新的原生家庭長視頻，以及依戀心理學全系列合集。讓我們一起在別人的故事裡找到那束可以照亮自己內心陰影的光。我是阿素，希望今天這期視頻能給你疲憊的奔跑帶來一點點停下來的力量。我們下期再見。